当警视总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现场3个人都崩溃了。真崩溃的是西田玉红和高冈真知，因为他们俩这次坐实了是闯下了弥天大祸。而假崩溃的自然就是一直在演戏的三井良康了。为了撇开一切干系，他早就叮嘱过他的武士团队，杀人之后立刻潜逃，不要跟自己有任何联系，所以他并没有机会跟自己的手下求证。不过警视总监的可信度在他看来是非常高的，既然他说人都死了，那就肯定是死了。于是他不由得掩面痛哭，凄厉的哽咽道：大哥，新美，你们走得好仓促，我一定要给你们报仇。高冈真知吓得直哆嗦，连忙说道：三井先生，山口组的人来得最早，我们的人被他们挡住，所以根本就没机会进到最里面，所以由此可以肯定，您的大哥和您的侄女一定是死在山口组的手下。一旁的西田玉红肺都快气炸了，万没想到自己跟高冈真知一起跌落万丈深渊，下坠的路上这狗日的还能踹自己一脚，图他妈什么啊？愤怒不已的西田玉红咬牙道：高冈真知，你他妈少在这里自我标榜，你派人过来的动机是什么？不也是想拿那10亿美元暗花吗？先不说三井先生父女2人是不是被山口组的人所杀，单就从动机来说，你我就没有任何区别。高冈真知赶忙看向三井良康，认真说道：三井先生，不管动机是什么，咱们要看的还是既定事实。我的人确实没有机会伤害三井先生和他的女儿，相反，如果不是我的人及时赶到，把山口组那些真正的凶手堵在里面，想来这些凶手已经逃之夭夭了。所以我们多多少少也是有些功劳的，就算没有功劳也是有苦劳的。八嘎，警视总监快气疯了，上去又是一人给了一耳光，气急败坏地骂道：让你们去把你们的手下叫出来，让他们缴械投降，谁让你们在这里狗咬狗了？高冈真知立刻恭敬地说道：渡边总监您放心，我这就叫他们全部出来。说罢，他立刻迈步走向通道入口，2名特种警察跟在身后，抓住他的2条胳膊，一起将他带到入口处。此时一位特种警察将扬声器递到他的嘴边，冷声道：说吧。高冈真知不敢耽搁，立刻便对里面喊道：道川会的兄弟们，我是高冈真知，现在警视厅已经彻底封锁这里，随时都有可能冲进去把你们全部击毙，你们一定要立刻放下武器，高举双手出来投降。里面很快传来声音：老大，不是我们不想出去，是我们前面还有几个搞不清来路的杀手，他们在暗处，我们不好出去啊。话音刚落，青石联盟那个冒充道川会的现场指挥官立刻喊道：外面的弟兄，虽然不知道你们到底是什么来路，但现在大家都已经被包围了，就不要再负隅顽抗了，不如你们先出去投降，我们再出去，你们看如何？青石联盟的人一听就听出这是老大的声音，他们心里也知道今天实在是太过被动，这种情况下想逃走都已经是痴人说梦，为了活命，看来也只能向警方投降。于是其中一人开口喊道：道川会的兄弟是吧？我们现在出去向警方投降，你们可千万不要背后开黑枪。道川会的现场负责人不耐烦地说道：什么时候了，谁还有心思朝你开黑枪？你们赶紧滚出去。青石联盟幸存的几名杀手终于松了口气，放下武器，双手举到头顶，小心地走了出去。几人刚一出去，便立刻被蜂拥而上的特种警察控制起来。随后道川会的现场负责人便道：警官，我们也准备出来投降了，但是一定得保证山口组那帮王八蛋不在背后朝我们开火。西田玉红这时候也来到入口处，高声喊道：山口组的弟兄，我是西田玉红，你们也一定要放下武器，缴械投降，千万不要负隅顽抗。山口组是最惨的，他们巴不得赶紧被警察抓走，于是立刻便高喊：老大放心，我们不开枪。道川会的人这才松了口气，
众人将武器丢在地上，开始向外走去。青石联盟的负责人也混在道川会中，被警察一窝蜂地抓了起来。接着便是山口组的成员，被前后夹击打出心理创伤的山口组成员，一个个是哭着走出去的。他们也算是纵横江湖多年的老混混，但今日的经历还是大大超出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。此时一个个都已经完全崩溃，待山口组都束手就擒，三井良孝终于长出一口气。他正想跟叶晨说话，便见叶晨打开了原本化妆室的房门，又顺手打开了化妆室的灯光。随后叶晨便对几人说道：你们先进来。伊贺忍者继续守在外面。三井良孝父女二人，塔瓦纳和崔佛以及费可欣便都跟着进了化妆室。叶晨对三井良孝说道：你跟外面的警视总监发个信息，告诉他里面的危险已经解除，让他派人进来处理尸体，但不要派武装人员进来，以免发生误伤。另外，尸体不要直接抬出去，最好是带足够多的裹尸袋进来装人。三井良孝忙问：叶先生，我那个混账弟弟就在外面，我能不能让渡边先把他给抓起来？叶晨道：抓他当然没问题，但现在让警察抓他，远不如让他进来再当面抓他来的过瘾吧。三井良孝攥紧拳头，脱口道：叶先生说得对，如果他以为进来会看到我的尸体，结果见到我还活着，肯定是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惊喜。说罢，三井良孝又问：叶先生，现在危险解除，要不要我让直升机把斯维特小姐送回庄园？叶晨反问他：暗花没解除，危险怎么就解除了？万一你的保镖想赚这10个亿，你能控制得了吗？这倒是。三井良孝叹了口气，问他：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叶先生。塔瓦纳也很是担忧地说道：暗花没解决，就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想要我的命。您刚才说只能用第二种办法，还不知道第二种办法是什么？